马委员，大驾光临，是为何事啊？我今日代表国民政府前来与楚小姐共商大业。愿闻其详。楚小姐自办韶华制药厂以来，成绩斐然，方方面面的创新与委员长提出的国民经济之建设运动的宗旨不谋而合。因此，国民政府希望与楚小姐合作建厂，一方面解救濒临崩溃之国民经济，另一方面也可使人民获得安乐之生活。那你们想怎么个合作法呢？建厂所有费用及一切工作琐事皆由国民政府承担，楚小姐只需带着万灵丹的配方入股即可。那请问楚小姐占股几成1成。？1成。正是。那万灵丹的配方归谁所有？既然是合作建厂，那配方归国民政府和楚小姐共同所有。马委员，依照国际惯例，像万灵丹这样的产品，如果楚小姐要技术入股，至少要占股50%。此外，我们独有的机械提纯萃取技术和先进的生产、销售、管理模式，至少也要占股2成。本人也曾留学美国，知道程副总所言不虚。然而现在国情世事实在特殊，所以无法按照国际惯例实行。怎么特殊呢？东北已经沦陷，日本人在华北也似有箭在弦。我个人以为，中日之间2年之内必有大战。我们此时建厂，不仅仅是为了国计民生，也是为了备战所需。此时建厂确有必要，不过马委员提出的合作条件，未免太过苛刻。我们也事出无奈呀。眼下乃是国家最积弱之际，财政捉襟见肘，唯有请楚小姐暂且委屈，先行报效国家，再论个人私利。报效国家，人人有责。不过，万灵丹乃楚家祖传秘方，就这么拱手让人，楚小姐无法向楚家先人交代。另外，万灵丹能有今日之业绩，楚小姐这些年付出良多。如果你们一点都不为楚小姐考虑的话，我觉得似乎有点说不过去。那你们希望是什么条件？我们至少要占6成的股份，并且万灵丹的配方只能由我或者我指定的人掌握。占股可以商量，配方必须共享。配方的事没法谈。楚小姐，只有配方共享，才能快速建厂、大量生产，方能满足战时之需呀。但是刚才程先生也说了，配方乃是楚家先辈所创，我个人是不能轻易拱手的。局势之所以坏到今天这个地步，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太多人只想自保，不愿为国家牺牲。我原本以为楚小姐和那些人不一样。马某告辞。如果国家都没了，我们还捏着配方有什么用？可他们这根本就不是谈合作，而是抢劫。条件可以再谈，但是抗日却刻不容缓。姐，报国的方式有很多，不用把自己的身家都交出去。但我知道很多人为了报效国家，可以捐出自己的全部身家，甚至给出自己的生命。好，就算要交，也要交给可靠的人。但是国民政府，如果他们真心抗战，我愿意相信他们一次。马委员，楚小姐，如果要配方共享，那我这是有条件的。您请说。我们合作建厂生产出的万灵丹是不能用于内战的，只能用于抗日战场，并且所有的收益，包括我自己的，都要捐赠给抗日事业。太好了，那完全没有问题啊。好，那具体的细节呢，就请您和程先生你们来商议吧。谢谢，谢谢楚小姐，您请放心，马某绝不辜负您的信任，一定快速建厂，为抗日事业贡献力量。那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我尽快，再会。
姐，你损失是不是太大了？国家存亡之际，一点个人的私利是算不得什么的。但是你怎么跟楚家的先辈交代啊？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支持我。回去吧。部长希望尽快签约，需快速推进建厂事宜。不知楚小姐对合同还有什么意见？合同其他的条款都很清楚，唯有2个关键问题不明。第一就是，我们既然是和国民政府合作建厂，共享配方，那为什么我们的签约方是大中华制药厂呢？我特意打听了一下，这个大中华制药厂乃私人所有，和国民政府没有丝毫关系。是这样，国民政府已将万灵丹列入军需药品，出于保密需要，才委托大中华制药厂与楚小姐签约。那我们是否能看一下国民政府和大中华制药厂的委托协议呢？此乃国家机密，不可公开。那这恐怕很难让我信服。楚小姐不必多虑，这是部长亲自过问的项目，不会有任何差池。另外呢，我们当初的约定，药厂的产品不能用在内战，并且全部的收益都捐献给抗战事业。这一条为什么没有在合同里体现？楚小姐莫急，你所提到的内战、抗战是涉军国党派，如若写入这合同，怕是引起不必要的纷争，所以我们只能口头应诺，无法落入文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恐怕这份合约我们暂时是不能签的。楚小姐，国难当头，我们不必纠结这些细节吧？马委员，这不是细节，这是原则。楚小姐，你这是要出尔反尔了？我怎么觉得出尔反尔的反而是你们呢？程副总，我和楚小姐单独说2句。楚小姐，只要您肯签字，我们可以将股份让到5成。我要求的不是股份，我要的是抗日的承诺，要白纸黑字的落到实处。这我可无法答应你啊。那就拜托马委员，请能答应我的人过来再跟我谈条件吧。楚小姐能够为民为国，这是你的荣幸啊。马委员，如果能够真心的为国为民，那我愿意把我所有身家都捐出去。但我就是怕，有一些人打着为国为民的旗帜，干的却是利己卖国的事儿。好啊，楚小姐，你可知大中华制药厂真正的股东是谁吗？这我当然知道了。我就是因为知道，所以他们的口头承诺，我是一句都不带相信的。那你更应知道得罪他们的后果吧。知道。既然如此，那就走着瞧。不送。姐，果然不出我所料。要不要出去避避风头？我吗？逃从来都不是我的风格。陈辉，麻烦把这个扔到垃圾桶里去。
先生，我可以帮助你，但是钱呢，就不需要了吧？哦，好，那说说你的条件。我只是想和你成为真正的朋友。小崔先生，咱们认识20多年了，难道还不算真正的朋友？我们之前的感情，应该算是利益往来，互惠互利吧。我说的那种真正的朋友，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朋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朋友，明白吗？你的意思是？我可以让日本陆军把你在东北、华北所有的分店分号都还给你，并且帮你恢复销售和运输的渠道，但前提是，这些分店分号的股份，我们要占30%。放心吧，不会亏待你的。这30%的股份，我们小村家族按市价收购。姿势体大，小崔先生，还容我好好想想。另外呢，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先生。请说。还记得我们那次见面吗？我希望你能给我几个汉方，被你一口拒绝了。这次，我希望你能满足我当年的念想。几个汉方？一个就好。你说的是万灵丹？哎呀，绝不能答应啊！这是唯一能救守元药庄的法子。就算舍了咱守元药庄，也不能让日本人得逞啊！这是什么话呀？守元药庄要是没了，咱们大半个身家就都没了。守元药庄要是没了，那菊景堂也难以维系，啊，那可就不是大半个身家了，那是全部身家，那就更不能坐以待毙了。古人尚能做到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手，我们岂能连古人都不如啊！哎，喝点水。三度，说说你的想法。之前我们跟日本人不过是有些生意上的往来，就已经被很多人指着脊梁骨骂了几年。就连国药工会主席位置，也因此丢掉了。两码事儿啊！工会主席的位置丢了，那是被田大少和文哲秋给暗算了。如果此时再让日本人入股的话，那汉奸的名头可就跑不掉了。你懂什么呀？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就说我们认识的人吧，啊，杨三爷可以了吧？因为没让日本人入股，一夜之间家产殆尽，拼病而死。而比他识时务的刘玉田，不但赚得盆满钵满，还得了一个勋爵的位置。大掌柜，你不能只看眼前，将来若这东三省光复，这刘雨田的下场必定是极惨呐！行了吧？就国民政府那几把刷子，东北三省只怕永远都回不来了。此次事关华北，国民政府应该不会再退让。哎。向老板，你是？我是于信正。于信正，我怎么对你没印象？我刚毕业回来没多久，我爹是于中和。中和？哎，你是中和的儿子？对。你都这么大了，你爸可是当年跟我一起从齐州一路到上海的，路上他吃了不少苦。你爷爷于太正
那可是守约要账的老人呐。是，我们一家3代都跟着夏老板做事，我还希望我儿子以后也能跟着夏老板呢。以后？哎，是啊，靠着夏老板你，我爷爷才能娶妻，我爹才能在上海买房，我才能读书，所以我还指望着我儿子将来也能靠夏老板留洋呢。好，我争取不辜负你，我尽量，我尽量。我争取。我争取，我争取，我争取。拜报拜报！何应钦答应日本要求放弃华北主权。何应钦答应日本要求放弃华北主权。你们需要的资料都在这了，里面包。包括之前跟国民政府合作建厂的注意事项、选址建议，还有之前跟政府合作商家的经验教训，马俊才的发家史，还有及其背后势力的政商资源。当然，里面还有大中华制药厂的股东构成，希望对你们未来的谈判有所帮助。谢谢文大哥。楚小姐，我指头轻轻的一扣，你就没有未婚夫了。王厅长，这事儿跟他没关系，您冲我来啊！哎，王厅长，不就是2万多块钱吗？输得起。本立秋，你要干嘛？你给我坐下，坐下！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你是我未婚妻，这跟我有关系。不说嫁给你了吗？闭嘴！王厅长，这样，你给我点时间，你让我考虑考虑，行吗？好，但是考虑的时间不要太长，不要让我等得太久啊！哎，文老弟，这就是你送给我和楚小姐的新婚礼金，我笑纳了啊！哈哈哈哈王国栋让你做他的八姨太，你可千万不能答应啊！我在电影公司认识一个女孩，才17岁，就被王国栋骗去做6姨太了。进门以后才知道他们家的大房凶得很，其他几个姨太太也不是省油的灯，几个女人啊，天天在一块儿，为了争宠斗得死去活来的，弄得那个女孩每天生不如死的。我肯定是不会答应他，但这王国栋好像是铁了心似的，非要娶我。哎呀，你也别太担心，明天我就让老穆去跟王国栋聊聊。青帮跟警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俩也算是个朋友，兴许能够打消他对你的念头。那二妞，那就谢谢你了。哎呀，咱们姐妹2个不说这个。啊？你确定这2万块钱的货就不要了？是。行，你自己决定吧。但我要提醒你的是，就算你这批货不要，这个王国栋也不可能罢手的。难不成他还强抢啊？强个民女对他来说算什么呀？他为了升官敛财，手里头不知道握着多少条人命呢。所以我们现在为了这流氓，少华还得出去避风头了。避风头也没什么不可呀，我可以安排。最主要的是，你现在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文氏大药房
很有面子，居然能说动穆先生来当这个说客。他请王厅长给我师父金先生一个薄面，放他们一马。啊，那我问你一句，楚韶华是不是你的女朋友？哎，不是，她是我女朋友的好姐妹。啊，原来是这么回事。那楚韶华，我是要定了。你想，咱兄弟两个要是娶了他姊妹两个，那得是亲上加亲呐。啊，这我就不信，这上海滩还有我睡不上的女人。王厅长，这女人嘛，要多少有多少。穆先生，你给楚韶华带个话，就说他不想做汤月莲第二的话，那最好识相一点，啊，也跟文之秋捎个话，就说我王国栋非楚韶华不娶，他找谁来当说客都没用。明白。那还要麻烦再问金老先生好。好，那我就先告辞了。不错。去西北？明天就走。对，那边的客户很急，希望马上签合同。那我们被扣下来的东方木脑单呢？这事你别管了啊。我是总经理，我为什么不能管？那货我们不要了。不要了？哎，2万多大洋啊！担得起。您也是股东，您同意他这么做？我不同意啊，他非坚持。文之秋，你是不是吃错药了？你知道这些损失对我们来说有多大吗？那有什么办法？谁要我是你未婚夫呢？不，等等。什么未婚夫？我那是搪塞王国栋用的。他昨天帮我封的。哎，你这要是传出去，我卖妻求利，这污名我不背啊！我管你呢，反正我不去西北。哎，楚经理，哎，淞沪警察厅王厅长刚派人给您送来一份请柬。来。韶华，快跑！水路、陆路、车站、码头，所有的通道必须给我扎紧。一旦发现这个女人要逃跑，马上给我抓回来。听明白了没有？明白。唐月莲是谁？是一个女学生，我也是从老穆那儿打听来才知道的。3年前，王国栋看上人家了，但这个女学生宁死不从，王国栋就派了一帮流氓把她轮奸了。女学生羞愤难当，当场就上吊自杀了。当时公众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都以为是流氓肇事，始作俑者其实是王国栋。就没人治得了他？治他的人倒是有，但是现在缺一些魄力和决心。韶华，你别担心，就算王国栋封锁了所有的线路，老穆还是有办法的。船和车都准备好了，30分钟之后就出发。只要你离开了上海，你就安全了。对，离开上海之后，再转到西北，你就彻底不怕了。别犹豫了，走吧。不，我不会跑的。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我好不容易在上海打下一点根基，我现在离开了，我就什么都没有了。韶华，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如果我现在就跑，王国栋也不会放过文氏大药房，他不会饶了文老板的，甚至你、老穆还有夏老板，都会被连累。你不用担心我们自己能够想办法脱身。我们有的是办法，你先走，至少先把风头避掉好吗？遇事就逃不是我的风格，如果因此累及无辜的话，有背我做人的原则，所以我是绝对不会跑的。王国栋专门派人来说了，只能你一个人去，这是鸿门宴啊。既然人家下了战书，那我们就迎战呀。迎战？迎什么战啊？我替你去吧。你去干嘛呢？跟他结婚啊！哎呀，这就别说气话。大不了同归于尽嘛。为
为什么要跟他同归于尽？他是一个人渣，我们不值得搭上性命的。啊，少华，那你是有别的想法？我是觉得，我们可以推波助澜，继而釜底抽薪。你这是羊入虎口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如果说咱们能拿到咱们想要的东西，倒是值得冒险。对，所以就这么决定了。我是不会逃的，我也不能被王国栋侮辱。我们的货不能不要，莫须有的罪名我们也不能担。至于王国栋那样的人渣，就让他自己一个人去死。你一定要去是吧？对。把他扮丑一点。我尽量把你弄得难看一点，让王国栋嫌弃你，希望他能打消对你的念头。不，我要让你使出所有的招数，你把我扮得风华绝代。还差一点。韶华，现在如果改变主意还来得及吗？放心吧，你不也说了是鸿门宴吗？你想想看，鸿门宴上谁笑到最后啊？话虽这么说，但是我还是担心你。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平安回来的。自己多当心啊。嗯，我走了啊。我已经跟那个大人物达成了共识，但他还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希望今天晚上我能有所收获。我相信你。布置怎么样？都好了。干嘛？会开枪吗？会。杀过人吗？今晚不需要用枪吧？备着，以备不时之需。一旦遇到危险情况，我就想办法打破窗户。四周我们都安排人了，你随便打破一片窗户，5秒内就会断电，后门会起火，然后你会听到枪声。然后电话就会响，里面就会说飓风公司被抢，需要支援。这时候王公馆一定会大乱的，我到时候想办法趁乱逃脱。或者我可以从前门冲进去救你。你一个人带着一把枪冲进去？送死啊！我们不是搭档吗？就算不能救你，也能死在一起，多罗曼蒂克啊！温之秋，你知道有什么比死亡更可怕的吗？不知道。跟你死在一起。行了，差不多了，出发吧。走了。有请柬吗？进去吧。楚小姐，例行检查。哎，我可是客人啊，不是犯人。楚小姐，我们也是例行公事。哼，难道王公馆历来都这么待客的？历来如此。哦，那这样的话，我还是打道回府吧。稍等一等，楚小姐，脾气依然还是这么大啊！你要是想请我吃饭的话，就要有个约会的样子，搞得跟坐牢一样，有什么情趣啊？
我还不如回家自己吃面呢。不好意思，最近我得罪了不少人，所以啊，不得不小心一点。王厅长，你既然这么胆小，那就不要再出来玩了，还不如回家陪你的太太、姨太太们打打牌，更安全，不是吗？哦，楚小姐，请。哦，怎么，不搜身也不搜包啊？为了楚小姐，我愿意破例。哎，你这……王厅长，你为我破例，我也让你放心。这完全可以看出来，哎，楚小姐没有带任何武器嘛？要不要再脱呀？不需要，绝不需要。来，请入席。这有半个时辰了吧？你说这饭是不是该吃完了？这可不一定。就应该陪他去的。志秋，很少看你这么紧张啊。啊？我这不是紧张，我是担心。楚小姐，今天的菜如何呀？食材都很新鲜，但就是做法略显老土。那今天的酒呢？酒也不菲，但是更适合官场应酬吧，和今晚的约会气氛完全不搭。看来楚小姐对餐饮很讲究啊。我对人更挑剔。楚小姐，尝尝这3盘菜。楚小姐，不知道这3盘菜合不合你的胃口啊？王厅长，就您这些钱，我1年自己就能挣回来。哈，也就是说，这点钱你根本没看上。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您想让我嫁给您是没问题的，您呢也不用给我钱，没准儿我还可以带着我全部身家倒贴。哦，楚小姐真是奇女子啊！哎，但我也是有条件的。哦，请说。您看啊，我有这些钱，也不能嫁给一个身价比我低的人，对吧？所以呢，我就想看看您到底有多少钱，值不值得我托付终身呀？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哎，我们生意人可是不信口头承诺的。那你想如何？我要验资。好说，好说。夏老板，这时间还看账啊？有你担心就行了。楚小姐，请。
怎么样？这些该能满足你了吧？哎，这就不用看了。为什么？因为这里头都是账本。那我可就更想看了。为啥？你可不知道，我最喜欢看账本了。负债多少，利润多少，赚了多少，亏了多少，未来走势，真实家底，那账本里可都是一目了然的。难道这些还不是我的家底吗？王厅长，这些东西再多，那都是死的，只有账本里的才是活钱，也只有活钱，那才能生钱，这才是你真正的身家。有道理。不过呀，我的这个账本啊，和别家的不大一样。怎么，您这里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啊？我的账本啊，你如果看了，那这辈子就只能跟我了。这不是您正想要的吗？怎么样？你还算满意吗？哎，王厅长，王厅长，您要是早认识我就好了。哼，要是我给您做这账啊，您去年的收入，我能再帮你翻一番。咋？你还有这本事？那你说为什么文氏大药房能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在上海就能声名鹊起呀？那是因为半年前我加入了。哦，你的意思是，我当官，你来经商？这倒是个好主意啊！收起来吧。哎，楚小姐，你的条件我满足了，那这下一步得是你可以满足一下我的条件了啊！你别着急呀，我还有一个条件呢。你还有啥条？你说。你听好了啊！我要成为你唯一的合法妻子。啥？是唯一的。我不管你之前有多少大老婆小老婆，在我之前的你通通都给我遣散，在我之后你不能再纳妾了。这是啥狗屁条件嘛？不可能，绝不可能。那你不答应啊？你不答应的话，那咱们就免谈了。王厅长，我先告辞了啊。楚小姐，得寸进尺啊！我是给你脸了吧？这个地方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了吗？你发现没有？我的耳环少了一个珍珠，还有5秒。啥？药效就要发作了，肌肉震颤，头晕乏力，下腹阵痛。你给我下药？今儿来之前呀，我把几味毒药混成一起，制成了珍珠形状的耳环，就戴在了这个耳朵上。您看啊，我有这些钱，也不能嫁给一个身价比我低的人，所以呀，我呢想看看你有多少钱，值不值得我托付终身啊？你这个臭婆娘，竟然给我下毒了！不管是什么药，半个小时之内如果吃不到解药的话，王厅长，今儿就是你在世界上活着的最后一天。楚小姐，你现在把解药给我，现在给我拿出来，快点！好啊，你现在就放我走，半个小时之内，我保证把解药给你送到。来人呐！来人！搜这个臭婆娘的身，给我把解药送出来，快送！一帮傻子！哎，要是换做你们会把解药随身带着吗？
赶紧找温之清，给我送解药来！别瞎费功夫了，解药早被我妥善的藏了起来，除了我以外，没有任何人知道在哪儿。你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信。29分钟之后，咱俩黄泉路上见。你还有28分钟。还没动静。要干嘛？进去救人。你这么进去救人？不然怎么办呢？你这不添乱吗？等不了了。夏老板，跟你说，我不管你了，但你要想清楚啊，你这么进去是救他还是害他？哎，二妞，二妞，麻将了！谢谢姐姐，没事，谢谢。走。我帮你吧。谢谢。谢谢。谢谢。那我先付个定金，麻烦你把这个货送到同福货站。不行啊，兄弟，我们关东帮有个规矩，向来都是货前付全款。哎，你放心啊，我们可是关东帮啊，绝对不会货不对版的。行吧，好，里边付款，请。这大哥，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多看看几家再付款。这位姑娘，谢谢你啊。我已经看了好几家了，那唐老板的货挺正的，价格也公道。不是，没事。跟你有关系吗？多什么嘴啊你！真晦气，什么玩意儿？骂谁？我骂你，你就是个晦气的臭女人，你敢打扰我做生意？好了，你卖假黄芪，你还有理了？你放屁！你看，这表面的纹路是黄色的染料染上去的，还有这虽然缎面是金盏银盘。但是中央无髓，还有这射线，你看，它也没有裂隙。你是齐州帮的吧？啊！大伙儿听着啊，我们关东帮从来不作假。对，齐州帮做生意做不过我们，那满嘴喷粪，血口喷人。我今天我非干死你不可！别！哎，唐老板，你卖的根本就不是黄芪，他卖的就是木须根儿。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我让你看看，我这有人陷害我呀！这是栽赃陷害呀，兄弟！哎，大娘，我问你一下，有没有看到一个跟我个子差不多高的姑娘，穿着也是粗布衣裳的？没看见，没看见。韶华，二妞。哎，你跑哪儿去了？我找了你半天呢。我也到处找你呢。你这脸怎么了？啊？哦，没事儿。啊，哎，给你，快吃，一会儿凉了，我特意给你留的。油饼儿啊？你哪来的钱买这么贵的吃食？哎呀，你就别问了，赶紧吃吧。你是不是有事儿？没啊。你一定
有事儿，过2天再告诉你。那我也有事儿，也过2天告诉你。啊，也有事儿。大哥，你进这么多黄芪干什么呀？便宜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儿？啊，卖家着急回家，全部贱卖给我了，正好做万灵丹。那钱你都付了？啊，人家货都送到了，我能不给钱吗？不会有什么陷阱吧？你可别买到假货了。这所有的货我全都亲自验过，都是真的。不信，你看看。怎么样？没错吧？但你做万灵丹1担就够了，怎么买这么多呀？哦，卖家说，如果我能把他手上的货全部吃下的话，就给我50大洋1担。我想了想，那不干脆全部拿下不就完了吗？400大洋，你哪来这么多钱啊？咱们账上的，加上我想办法又凑了一些，正好。那你找过安可堂的经纪了，对吧？你傻呀！我们买家和卖家自己都搭上线了，我凭什么给安可堂那帮人2个点的佣金？再者说了，就算我愿意花这样的冤枉钱，卖家也未必肯。跳过安可堂出岔子怎么办呀？黄芪都摆在这儿了，还能出什么岔子？你还不说实话？我不知道，这明明就是你造的假。如果我造假，我唐有基，我出门我就让马车撞死。三爷，老唐是被冤枉的。我们的黄芪都是在关外打包好才运到吉州的，麻袋上都有我们关东帮的暗印。您看，这麻袋上的暗印粗糙又潦草，显然是伪造的。它就是伪造的嘛！难道有人把我们的黄芪调包了？齐州帮，齐州帮，唐耀吉，你就是只鸡！你们卖假货，现在所有的客商都怕了你们了，不跟你们做生意，这碍我们什么事儿？放你的狗屁一大街！就你们干那点破事儿，你以为我不知道呢？来呀，玩！给我上！谁在这儿这么威风啊？三爷，三爷，三爷，是夏老板呐。既然夏老板亲自上场，那我就陪着夏老板，把这以前的账都了了吧。看来三爷对我夏某是有所误会啊。哼，难道不是你啊？你调包了老唐的黄芪，砸了我们关东帮的牌子。这事儿，他还真不是我干的。被谁抓走了？好像是齐州帮的人。因为什么？说什么韶忠哥用假黄芪调包了关东帮的真黄芪。啊？怎么可能呢？不是，韶忠被抓走了，这可怎么办呢？啊！关东帮卖假黄芪这事儿，三爷您认定是我们齐州帮捣的鬼，所以呢，我就派人放出话去，说我要高价收黄芪。嘿嘿，你看这姓楚的就上钩了。今天交货的时候，人赃俱获。夏老板，那黄芪真是我花400大洋买的。对呀，他死不承认。我觉得呢，这事儿还有很多疑点。但不管怎么说，关东帮的牌子还有您杨三爷的名声算是保住了。今儿这货完璧归赵，人您随便处置。王小哥，你看见我哥了吗？你哥他被绑在药王庙大街呢，你快去看看吧。啊！
少华，大哥，快救我！什么情况？现在？关东帮的杨森爷说要把我绑在这儿示众3天，然后私刑处死。什么？快想办法去为我作证！我真的没有调包他们的黄旗。我要知道那黄旗是贼赃的话，打死我也不敢买啊！大哥，我一定会救你的。三爷不想见你，你请回吧。我只是想替我大哥说几句话。还有什么好说的？你哥炮制假药，伤天害理，就是死罪。不是，那黄旗家家都有，凭什么说我大哥手上黄旗就是你们关东帮的？难不成你们关东帮的黄旗上面都刻上字儿了？黄旗上面虽然没有刻字，但是那麻袋上面有我们关东帮的暗印。闪开！那黄旗到底谁卖给你的？就是个西北来的姓黄的一个老板，他住那个云来客栈。西北来的黄老板，早走了。他什么时候走的？走了好几天了。那8担黄旗谁运来的呢？他找车夫运来的呀。哪儿的车夫长什么样？他嘴角有颗痣，胸口有个达字。池春堂。对，一共8担黄旗。哦，对，有这回事儿。哦，那是谁雇的你？是一个姓黄的老板。他人呢？这我就不知道了。那天送完货结完账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那个黄旗是从哪儿运到池春堂的呀？那可远了，就从这儿往南50里有个马柳村，村东头有户人家，就那儿。哎呦，唐老板来了，三爷起了吗？早起了。好，到这。杨三爷，你不能进。杨三爷，调包你们关东帮黄旗的人绝对不是楚朝忠。哪来的野丫头，敢在我面前放肆，轰出去！哎呀，走。都说杨三爷既能明察秋毫，又能明辨是非，没想到你也会被人蒙骗。等等，你是谁？我是楚朝忠的妹妹，楚朝华。哼，我认识你。三爷，就是这个臭女人，说我卖假黄旗，还打人。谢谢唐老板认出了我。不客气。如果楚朝忠真的调包了黄旗，那我作为他的妹妹，难道不应该闷声发大财吗？我揭穿了唐老板的黄旗是假的，这不反而让你们警醒吗？兴许你根本就不知道是你哥干的，要是一时多嘴，不就坏了你哥的好事了吗？有道理，但是我查找到了制作假黄旗的地方。你是怎么找到的？虽然卖我哥黄旗的那个西北老板已经不知所踪了，但是我通过通达车行的车夫大柱，找到了一个50里外的马柳村，那有一个院子，租那个院子的人已经离开了，但是院子里面还留了一些木须根、染料，还有一些工具，这些都可以证明那个院子就是制作假黄旗的地方。你哥是造假之人，他造假的地方你岂能不知？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车夫来查找吧？我问过那院子的房东了，他说租他院子人就是个西北人，根本就不是楚朝忠。那要是你哥雇了一个西北人去租下那个小院子呢？好，那请问，这个又怎么解释？你这什么意思？这个是我在小院找到的，是装假黄旗的麻袋。都说你们关东帮的麻袋上是有暗印的，这个麻袋上它也有暗印，猛地一看和你们的暗印如出一辙，但仔细一看就能看出端倪来了。三爷，你看，这麻袋上的暗印粗糙潦草，和老唐家的应该出自同一个人之手。哼，这有什么可奇怪的？你哥既然要制假调包，那暗印肯定是要伪造的。我哥既然要伪造暗印，那他首先要知道关东帮的麻袋上是有暗印的。那他出售真黄旗的时候，为什么不换掉麻袋呢？那谁知道啊？
杨三爷，我哥的确是收了贼赃，但他是无心之过。但是您若认定他就是调包药材的那个人，那您就是放过了真凶。都怪那个姓黄的那个黄老板，让我再看见他，我饶不了他。哎，就是可惜了我那400大洋啊，就这么白白的没了。那就当买个教训了。这以后啊，天上有掉馅饼的事儿，咱就得多留个心眼儿。还好有迟春堂呢，咱一点一点的做，先把那亏空给填上啊。生意呢，以后也会越来越好。少华，其实还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说。哎，哥，干什么？哥，干什么？少华，少华，别动！你们凭什么抓我？放开我！来，上去！放开我！少华，哥，出！哥，哥，你不是说关东帮答应放人的吗？抓他的是放印子钱呢。他怎么又惹上放印子钱的了？大哥，买那些黄芪花了400大洋，其中的360大洋都是借的印子钱。账息半月，利息5厘，半个月的账期已经超过3天了。按照他们的规矩，超过3天就要砍掉1只手。但是你们先别急，我好说歹说的，他们说可以缓3天，不过超过3天以后，必须要连本带利加上罚期，一共390大洋，必须给他们送过去，不然还是会砍掉大哥的1只手和1只脚。那还活得了吗？390大洋。现在家里最值钱的就那几亩地，还有这个院子了。我已经去找了牙行，另外4亲8邻的我也都开了口了，这里外里应该能凑出个100多个大洋。我的少主要是活不了，我还活着干什么呀？哎呀，娘，你快把攒的那些钱都拿出来！我哪还有钱呢？不是，那你还有些首饰呢？这都不值钱，你看看。不是，你就别再逼娘了。她要真的有钱，也都贴在这家里面了。那你呢？你就没有私房钱呢？哎，你什么意思啊？我看看还有什么能卖的。要卖就卖迟春堂。什么？之前我听你哥说了，有人愿意出200个大洋买咱们迟春堂的招牌。迟春堂不能卖，不卖你哥就回不来了。那是我们楚家祖传3代的招牌，我看你们谁敢卖！人都没了，留的招牌有什么用？卖！只要少主能平平安安的回来，甭说迟春堂，把我卖了都行，卖，都拿走。明儿我就去买。这是咱们楚家的宝贝，万灵丹的方子。我想学。不过爷爷啊，要嘱咐你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爷爷，我是女子，不是君子。为国事谋，与人为善，此心光明，人人都可以成为君子啊。爷爷，我也想当君子，要做大事。迟春堂。迟春堂。王叔，谢谢您，这钱我一定会尽快还你。哎，你别客气，只是我能力有限，只能帮着一点点，实在抱歉啊。您快别这么说，您能帮我们，
已经是干净不净了。楚家大娘，楚家大娘在家吗？哟，三大娘啊！我呀过来呀就给你们带句话。我孙子早上不是上药室了吗？你猜怎么着？遇着陈家老爷了。他让我孙子给你们捎句话。他说呀，明天带陈家大爷前来拜访。陈家，是跟我们家韶华结亲那陈家吗？哎呀，不是他还是谁呢？你们呀赶紧准备，别等人明天上门了，什么都没有。我回家做饭了。哎，知道了。哎，走好啊，三大娘。他说，明天陈家老爷要来。娘，手中有救了。你什么意思啊？你想啊，陈家来提亲吧，啊，他总得下聘礼吧？手中是不是有救了？如果真能这样，那可太好了。是啊。可是陈家跟咱们已经好几年都没来往了。在这之前，我听韶华说，他们家可能都有别的心思了。那不行。明天不管怎么着，必须把这门亲事给我定下来。